当众人一同抬起古墓的棺盖后，惊人的一幕出现在眼前。原来这是一具千年未腐的女尸，可以说女尸皮肤光泽鲜亮，用手轻轻触碰还明显感觉得到柔软程度。而在女尸的身下，让人惊讶地发现，女干尸手腕上还佩戴着木质佛珠。值得深究的是，竟然木质佛珠也没有腐败的现象，佛珠上的细线根根清晰可见。而当专家掀开女尸的棉被时，身下的黄色经文震惊住所有人。要知道，在古代可以用黄色经文垫在身下入葬的人，都不是平凡的身份，一般情况下都是皇亲国戚。但是这具古墓的发现，并不是十分豪华，而是简单的墓葬。那么墓主人到底是谁呢？为何可以用黄色经文方巾垫在身下？点个关注，点个赞。我们接着往下看。在一次湖北地区的施工过程之中，当地的工地挖掘机意外地发掘出一具不腐女干尸。但是让人感觉不解的是，在荒野之中发掘的这具女干尸，葬制十分的简陋，不过却在女尸的尸体之上发现其手持佛珠，以及有着一袭陀罗尼经被，这让在场的考古人员大感意外。因为陀罗尼经被在明清时期属于高等级的皇族葬具，特别是有一段时期的陀罗尼经被，甚至动用藏羚羊的羊绒来制作而成。你要知道这样的工艺和价值是多少吗？所以说，看似普通的墓葬却隐藏着巨大考古价值。这么个荒郊野外，再加之简陋不堪的墓室，为什么这具女尸身上有着如此的藏具？时间来到了2009年，一个电话来到了荆州博物馆，来电表示在工地上面发现了一具墓葬。从荆州的地理环境和在古代的军事战略重要性来看，当地的文物遗址还是比较多的。相关的考古队立马来到了现场。在来到现场之后，考古队发现因为施工的因素，棺材的盖子已经被意外掀开，而棺材里面的墓主人尸身保存到十分完整，甚至连面部的各种皮肤的皱褶也是比较清晰。对于女性古尸，中国国内出现的还是比较多的，耳熟能详的就有马王堆辛追夫人以及新疆的楼兰古尸。通过进一步的观察，考古队员首先发现女尸暴露的手臂上面有一串佛珠，并且关节部位还丧有一定的活动性。于是考古队一边采取相关的保护措施，一边开始挖掘。但是让考古队感到不解的是，一般能保存上1000年的古尸墓葬都要具备以下特点：要保持相对的干度和水分，得符合深埋和棺材里面有棺液的情况。但是从现场来看，显然并不符合这种情况和条件，甚至现场的气候还有点潮湿，并且一般的死者为什么要在尸身上面披挂不符合常理的佛珠和经被？难道是在下葬之前有过什么特别的异动？此外，如果这具古尸的生前社会地位和身份高贵的话，根据古尸下葬的年代，也就是明末清初来看，当时只要是有点身份和经济地位的人，都应该修建砖室墓来埋葬自己，而不是像现场这具女尸一样，浅挖个土坑把自己埋起来。此外，如果单纯是这种土坑是简简单单的埋葬尸体的话，能形成尸再完整的保留下来，这种情况更是有点难上加难。这个时候，因为现场客观已经被破坏，于是考古队在对现场进行测绘之后，立马把女尸再次封闭起来，然后运回荆州博物馆进行下一步的抢救性考古调查。在荆州地区以及湖北地区，当时出土比较多，而且能保存完好的古尸一般都是楚墓，其内部的保护尸体和墓葬的密封性材料通常会使用青膏泥，这具女尸却用石灰。
但是使用这种材料保存尸体的墓葬，一般多以失败告终。在实验室，考古队发现女尸用4层衣物和被子包裹自己的尸身，不过因为棺材的内部干燥，这具棺材里面并没有发生常见的粘连情况。在考古队小心翼翼地揭开被子以后，那条梵文印制而成的陀罗尼经被再一次地吸引了考古队的目光，特别是在被子上用朱砂写制而成的经文，以及这位墓主人手持佛珠，让考古队认为这位墓主人可能是个佛教徒。但是因为现场暂时没人懂梵文，于是考古队继续清理起余下的随葬品，比如手镯和配饰等，这些应该也是墓主人生前的贴身之物。但是在全部清理完毕之后，一个很大的疑问继续萦绕在大家的脑海里面，那就是按照从古到今的荆州地区的地理环境，这位墓主人为什么会是以一具干尸的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，并且墓主人虽然是以干尸的面目出现在世人的眼前，但是不少的关节还是可以做到如同尸一样活动。一般来说，干尸的保存情况更加复杂，中国只有少数诸如新疆地区才能有条件形成干尸，哪怕在除了新疆之外的地区发现保存完好的尸体，一般也得配合棺液等各种先决性条件，才能有一定的机会跟概率把尸体给保存下来。而荆州地区处于长江的南面，降水条件还是十分丰沛的。此外，古尸出土的鲁家山地区存在比较大量的地下水，这一切都不利于保存尸体。那么，就此情况，荆州市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开始进行大量的调查。首先，女尸身体下面是被像毯子一样的裹尸布，以及在裹尸布的下面还发现了部分比如木炭的用于干燥的物品。此外，从地理环境来说，墓葬所在的鲁家山虽然地名叫做鲁家山，但是却是个土丘。不过根据走访来看，鲁家山之前并不是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座土丘，而是因为时间的不断变迁和周围的农民在取土的过程之中，才把鲁家山变成土丘的。因此也就是说，鲁家山这座古墓在之前也是深埋。虽然鲁家山的墓葬规格不算高，但是相关的陪葬品玉镯、玉簪以及陀罗尼经被都有可圈可点的地方。但是陀罗尼经被在民间几乎是不被允许使用的，甚至连王公贵族都是得向皇帝提出申请才能使用。不过因为墓葬里面缺乏相关的墓志铭，对于这位老妇人的身份遭遇以及为何可以使用陀罗尼经被，的确是一个无法回答的未解之谜。那么你对墓主人到底有什么资格才能拥有这样的厚葬方式呢？